我读到几个文章，他们都有提同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应该把事情这样子拍，然后放上网，让众人去取笑或者是批判。很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都还没有一个法律是讲说你不能够在街上拿起手机拍到别人。有一班中国人，他们在伦敦的那个火车站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叫 Dr. K， 因为 Dr. K 经常都在火车站弹奏钢琴嘛，那一班中国人就走向他，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因为你拍到我们了，我们不希望被拍到，所以可以请你删除你的那一个影片嘛。然后 Dr. K 当然就很礼貌的告诉他们说，我是在做我的 content， 以法律角度来讲的话，你们是没有权利叫我删除我的影片的。吃好玩好生活好，熊猫陪你到处跑。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最近很热的那个亚航事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不用我来讲了哈，大家晚上我相信该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而我个人呢，对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件事情本身它不只是因为当事人就是他跟他隔壁的那一位小姐的冲突，然后引发的所有的一切的事件，它不只是这一个主事件引人注目，而是这件事情本身的周边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引起话题。最主要的一个是我们知道就是所谓的大马的吃瓜群众啦然后当然还有那个空少他很 chill， 然后那个空服人员他是多么的冷静。最好笑的就是那个公安吧他叫那个大马人不要拍照，然后就显示了大马人的幽默竟然他就录影吧，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是拆开来看的话，它都有很多个面向是值得我们讨论的。那今天呢，我是打算只是讲其中的2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这件事情，当然很多人不管是截图做 AI 影片都是嘲讽当事人他的那个态度。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当然也免不了会有人站在另外一个立场看，就是会觉得其实我们不应该网暴任何人尤其在这件事情里面，我看到有不少的文章是站在道德立场，会觉得人家遇到问题，我们不应该当吃瓜群众不应该这样子就在旁边拍幸灾乐祸，分享到网上网暴那个当事人。对于这件事情呢，我的看法是什么？当然网暴是不对，但我本身觉得所谓的网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很过分的例子，就是被拍摄的那个人，那个主角他有错，当然网民都有发表言论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只是我们会觉得不要去牵扯到他的家人，或者是去肉搜他，把他所有过往的东西全部都搬出来一一去细数。这一种网暴是我本身当然我也不赞成，所谓祸不及家人嘛。但是就针对这一件事情来讲，我读到几个文章，他们都有提同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应该把事情这样子拍，然后放上网，让众人去取笑或者是批判。我是认为没有办法，如果说你让我选择，我会希望回到以前比较单纯的世界嘛，就是不是人手一机的世界，凡事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下子就让它过去，就事件就过去了。你问我希望这样吗？其实我当然希望我是希望的，只是我是觉得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我们必须要接受现在已经是人手一机的时代了。而在这样子的时代呢，很多法律它并没有跟随时代的进步很快的去修正，或者是新的立法等等。就是说在今时今日，很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都还没有一个法律是讲说你不能够在街上拿起手机拍到别人。像我本身我是 content creator， 我是拍摄人的那一个，那如果说我在我拍摄的期间，我有拍到某些人他不想上镜了，他礼貌的来告诉我让我不要拍的话，我当然会立刻道歉我会说不好意思，那么我就会避开不要拍到他，或者是尽可能在剪片的时候把有拍到他的那些画面不要放进去，或者是打马赛克。但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我们是被拍的那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拍摄者并没有意要去丑化，要去攻击某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有些当然是为了娱乐，有些是为了工作记录等等的东西。那我们被拍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也只能够
接受。我讲的接受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了，马来西亚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说不能够拍。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哈，几年前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不是曾经有一个很轰动的事情，就是有一班中国人，他们在伦敦的那个火车站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叫 Dr. K， 因为 Dr. K 经常都在火车站弹奏钢琴嘛哈，这个是他的其中一个 content。那一班中国人就走向他，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因为你拍到我们了，我们不希望被拍到，所以可以请你删除你的那一个影片嘛。然后 Dr. K 当然就很礼貌的告诉他们说，我是在做我的 content， 以法律角度来讲的话，你们是没有权利叫我删除我的影片的。当然后来就引发了很不开心的事件了哈，也蛮轰动的。我举这个例子是讲说，不只是在马来西亚哈，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子类似的情形发生。我当然明白哈，我也尊重有些人不希望上镜的意愿，这个我绝对明白。我要讲的是，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只能够接受了哈，无奈的接受。我会讲这一段，就是因为那些文章里面提到讲说，我们不应该拍放上网让人家看。我想说，当时要不是有人拍，要不是这个视频公开了给全世界看，那么当事人我们也看到当事人他后来自己不也是开了直播吗？就讲述那个过程。那我想说，如果我们只能够从当事人口中转述，从他的角度出发讲述事情的话，那我相信我们听到的一面之词的话，可能我们会认为可能是亚航的机组人员真的是做错了，又或者是拍摄他的那位小姐也是做错了。可是恰恰就是因为有这一些视频把真相公诸于世，让大家看到当下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才能够以每一个人不同的角度对于这个事件去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要讲的是，拍摄视频放上网，这个已经是今时今日的热潮了。视频被放上了网，网民们发表他们的意见，跟拍摄者的原意是怎么样，它并不能够直接挂钩。比方说我看到的原视频是没有任何评论的，它就只是 post 出来，没有被后来很多人就是后期制作加上他们自己的那个观感放那些字幕啊、嘲笑啊，甚至一些比较粗俗的字眼去攻击那个当事者，是没有的。它就只是原原本本的那个视频放出来，而我作为观看者，我是自己去接收那个信息，然后根据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的想法去对这个事情进行判断，然后茶余饭后的时候跟家人朋友谈起的时候就发表我个人的意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我没有去网暴那一个当事者，我指的网暴真的就是没有去放下很恶毒的留言、过分过激的留言，或者是肉搜他，把他的家人搬出来，把他的过去的种种全部摊出来放给全世界看。我是觉得只要是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任何人其实每一天都看到不同的事件在发生，我们都有想法，都有意见，其实是可以提出来的。我们确实理解我们不喜欢被拍，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即便在没有摄影机不是人手一机的时代，我们只要是在外面，在社会，在社交场合之下，我们的一举一动其实也是在对这个社会需要负责任的，并不是说因为我被拍了，我的丑陋的行为、不堪的行为被广大的群众看到了，所以我受伤害，这是两回事。我刚才讲了，当然我希望回到比较单纯的世界，因为要是没有被拍摄、没有被放出来、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的话，事情确实是很容易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这不可否认。但我还要讲的是，事已至此，现今社会已经发展成这样了，人手一机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够无奈的接受。所以呢，对于这个第一个观点，这个就是我要讲的拍摄者单纯的拍放上网，没有所谓对与不对，只能够说这个已经是常态了，并不是说因为是人手一机，我们才要更注意自己的言行，而是我们人活在这一个群体社会，我们本来都是有社会责任的，就是我们的言行本来都应该更加注意。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一点的看法。那第二个呢，我想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引发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大马人很 chill。说到这个大马人很 chill 这件事情网上当然是赞多过弹，可是当然也有一些讽刺的一些言论在我看到一篇很有趣的一个文章，他是讲说我们大马人为什么会这么 chill， 是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的那个公交
我们的 LRT 经常迟到，所以我们对于不准时这件事情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飞机被延误我们才可以这么 chill。 当然那边的原文章并不是只是这么肤浅的讲这一点，只是我接收到的这一点信息我觉得很有趣。对于这个大马人很 chill 的这一件事情呢，我的观点是它跟我们大马人多元种族我们习惯了包容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联。可是呢这几天看下来我有一个很特别的观点，就是大马人会这么 chill，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最大的民族是马来人他们是回教徒。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学到各族的风俗习惯的时候，文化的时候，都会读到一点，就是马来人在办婚礼办喜事的时候，他们经常都是整村人一起来合作的，对吗？如果是马来西亚人的话，还记得小时候课本上写的这一个很和睦的一个画面，有人结婚的话是一家人办喜事，但是是全村人一起来帮忙他们就一起煮一起款待亲朋戚友，这样子的一种很和睦很互相帮忙的这一种氛围。我从小到大呢，我不多马来朋友，我也很少真正接触到马来同事。然后我就在我的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位马来员工他骑摩托车放工回家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当下我也有开车去帮忙，然后就3-4个同事在那一边就帮他叫救护车，帮他把摩托推一边，陪着他一起等待救护车到。重点是因为出车祸的那个员工他是 warehouse department 的，第二天我在公司的时候，大概是午餐时间，就有 warehouse department 的同事拿着一个打泵上来，就是一个筹款箱，替他跟全公司的同事筹款。因为发生车祸，当然他的摩托车坏了，需要修理，他的眼镜也弄断了，需要换新的眼镜。我要讲的是，因为同事出车祸，第二天立刻就有人自动自发的帮他筹款，让他有钱修理他的摩托车跟换眼镜。或许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接触的马来朋友马来同事真的是不多，所以呢当我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小时候课本念的，在课本上面看到的，我们的有族同胞马来人，就是在他们的这个血液里面我相信绝对也是在他们的那个回教教义里面，是让他们那么的有同理心，有同情心，有互助的精神。就好像刚才我讲的除了他们在办喜事婚礼的这一种互助的精神之外，他们这一种对身边的人无时无刻很自然而然所释出的善意，这一点我觉得它很大的程度影响了我们马来西亚人民的一种生活的节奏，或者说生活习惯，甚至可以讲到就是我们的人民情操。现在我当然有很多马来同事马来朋友，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会很知道，我们的马来朋友他们对于生活的要求并没有很刻意的去追求。就好像我们华人很多都从小都被教育成功的定义就是要祝大家开大车，因此我们在某些方面我们会很刻意的去追求物质上的一些享受，甚至是一些虚荣。可是我们也知道在回教教义里面，他们是被教育的不会去很追求这一类的东西，而反而是他们是很能够去明白到如何是用和蔼的方式，如何是用平和的方式去生活的。所以我刚才举的那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的马来西亚的回教徒，他们每一天所显现出来的不是去互相竞争，而是和蔼的跟所有人生活在一起的这一种态度。我真的是有感而发，马来西亚之所以可爱，就是因为我们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我们一直都在学着包容的情况之下长大的。我深信这件事情多少会影响了我们对于事件的一些包容性、同理心，跟比较没有那一种激进的那一种态度有关。所以呢，说到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我也只是有感而发啦所以呢，今天我就录制了这一个视频来讲一讲我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那如果有说错什么的话呢请大家多多指正，多多包涵。最主要是我要带出来的信息就是，当然我们应该要尊重别人的私隐，可是同样的，我们也必须接受我们活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我们在外面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是免不了会被大众
审视的。至于我们活在这样子的时代，我们该如何注意自己的言行，如何提升我们自己的品行，我觉得是看个人啦哈。那第二说到马来西亚人很 chill 这件事情，当然有褒有贬有讽刺的，但是我本身是觉得很骄傲的，很骄傲。毕竟我会觉得用这样子的态度活着的话，这世界应该也会比较和平吧，对不对？好，那最后我还是要再讲一句，其实活在马来西亚多元种族，我们可以融洽相处，我本身是很感恩的。好了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谈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点赞、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